Hello，大家好。在上一期关于乌克兰物价的节目中啊，我们简单的提到了乌克兰工签的问题。那最近我也在帮人在做工签，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乌克兰工签的办理流程和一些注意事项。如果看我视频的观众，你也想要来乌克兰工作或者创业的话，那你就可以来看这期视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乌克兰的公司组织结构，它是有两种，一种是个体户，一种叫一般纳税人。那如果你想要通过公司来办理工作签证，那个体户它是不具备这种资质的，所以必须选择一般纳税人的公司。办理工签也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你出国务工，我们简单的就可以理解是你的老板来帮着你做这些工作。我直接可以切换过来，给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这些。我直接切换过来，可以给大家直观的看到这些东西。第一种办理工签的模式就是他人的公司工作邀请，相当于是你的出国务工，也就是你的老板会为你提供邀请函和工作许可，在拿到工签以后，你可以进入乌克兰工作，就可以正常的上班。你的老板呢会负责你的税务、保险等一切后续的手续，这个更适合出国务工的朋友。但如果你要想通过这个工作签证去拿到乌克兰的永久居留的话，那就只能选择第二种，叫自主创业。也就是说，你必须自己是你公司的法人，或者是你公司的这个创办人，或者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自己以自己公司的名义开具工作许可，同时开具工作签证，将来在交税满5年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乌克兰的永久居留。当然了，这5年不能因为偷税漏税，或者说因为其他的问题留下案底。说白了就是不能违法乱纪，这5年你必须得是干净的，不能有任何的违法犯罪的记录。5年期满以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去申请你的永久居留了。再说一下这个白卡，白卡它跟美国的那个临时居留卡不一样啊。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东西叫绿卡，但是在你申请绿卡之前有一个临时居留叫白卡。乌克兰虽然也叫这个名字，但是它和美国的那个不一样，这是相当于我们在这儿的身份证件。按照乌克兰移民法律的规定，凡是持有 D 类长期签证的外国人，在乌克兰境内必须要换这张白卡，必须要去办理。也就是说，你持有留学签，你持有工作签，诸如此类的这种长期签证，旅游、探亲还有商务，这个属于 C 类，这个不属于长期签证。你持有长期签证的，入境以后第一时间要去移民局的相关部门，每个区都有政务大厅，叫 Passport Service，要去那个地方要申请换这张身份证，也就是白卡。然后换了白卡以后，就相当于是你的整套的这个工签的流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呢，就是说需要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落户的问题。乌克兰是有户口的，它毕竟是继承自苏联时期的那种户籍制度。我们在拿到白卡当天开始算，30天以内必须要完成落户登记。如果超出30天没有进行落户登记的话，它不但会面临罚款，而且后续的这种补办流程极其的复杂繁琐，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基辅市为例，去办理落户地址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个基辅市政府他拿出来了一批地址，用来安置东部啊、南部的这些难民。当然，这个地址不是说你真的去住啊，你需要有一个地址在登记。
通过律师事务所就可以去购买登记这样的地址。费用的话大概是5000格里夫纳一年，合人民币的话不到1000块钱，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是落户。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从23年，也就是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乌克兰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外国人持有长期签证入境乌克兰以后，在办理白卡的这个期间，会有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去上门核对你这个人的各种证件，还有你的身份。也就是说，他要去你这个地址实际的居住地址，要上门来看是不是真的有你这个人住在这儿啊，你的身份上面的信息和你本人是不是相符啊？你有没有存在造假的可能？他会来这儿核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朋友们。乌克兰就现在，他某些政府部门的腐败情况相当的严重。尤其是移民部门，因为现在战争期间嘛，乌克兰的政府他把更多的精力，或者说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了这个保家卫国抗战上面。你像对于移民部门的监管，它相对来说就会松一些。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贪腐。当然了，乌克兰移民部门的贪腐，这也是一个光辉的历史传统。他们一直就很贪很烂。他们在上门的时候，会对你有一些胡说八道，或者说口头啊、言语上的威胁，找你要钱。这个大家不要被他吓住，就是咬死了不给，咬死了不给。如果身份真的有问题，或者说我们递交的文件真的不正确的话，那在办理的现场他就会给你退回来，而不是说后续再来找你去惹什么麻烦或者之类的。呃第三就是相关的税务问题。我们回到这个表格，看这是通过公司获得了工作许可，通过工作许可给自己开具工作邀请函，然后呢办理工签落户，这些都办完以后，下边就是涉及到关于税务的问题。乌克兰的税务，我们要分两部分说，一部分是个人的这个税务，一部分是公司的税务。当然嘛，可以理解，比如说我给自己开办了公司，我通过自己的公司给自己做了工作签证，那我不只是要给这个公司去交税，那么我作为这个公司的其中一个员工，或者说其中的一员，我也是要给自己纳税的。我们先来看个人纳税，我在这里呢也找到了几个表格。首先先来看这个乌克兰的税务的比例，这是乌语页面，我做一个翻译。首先就是个人所得税，它这个地方叫地方和州的预算明白吗？个人所得税嘛，依法纳税，这个是你收入的18%，是要作为个人所得税上交的。第二就是军事税用，军事这个税费，它这是前政府波罗申科执政时期为了军改、为了体制改革新加的一个税，原来是1%，现在涨上来了，涨到了1.5%，可以理解吗？战争期间多交一些税，为国家、为军人保家卫国。再有就是失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这个是占总收入的22%。这个涨了很多，原来只有7%，但是现在涨到了22%。这是关于个人的3部分的税务。那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这个乌克兰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是基辅市的最低工资。
我们再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一下。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基辅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又上调了，现在涨到了8000格里夫纳。那么，如果我给我自己开公司，那我是公司的法人，我也不会给自己开多高的工资了。嗯、就是按照最基础的来嘛。八千格里夫纳，那八千格里夫纳的18%，八千格里夫纳的1.5%和八千格里夫纳的22%，是要拿出来作为税务上交的，每个月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乌克兰这个税务部门，它是允许你按季度交，或者是半年交都可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按月交嫌麻烦的话，可以按照季度交，最好不要按照半年来交，因为乌克兰的税务局他们在查税的时候是按季度来查的。你如果是按半年期这样交的话，就是2个季度这样交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在赶上他们在查税的时候那个季度你没有交，比如说第3季度他们会查税，但是我觉得说我到年底就清3、4季度的税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时候当口他们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去上门检查，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这种麻烦。这是个人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公司税务的话，就相对于简单很多了。它只有一个18%的企业所得税，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我公司挣了多少钱，纯利润，挣了多少钱就按照18%去纳税就可以了。然后这里边说的这个20%的增值税啊，它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交的，你要看你的实际的运营项目是什么。如果说你经营烟草制品，你经营酒精类的饮料，这个是20%的增值税一定要交的。但你像我的公司这种小公司，它是一个电商外贸的企业，它主要经营一些服装日用品呐，包括一些个最基础的这种电子产品呢，这是没有增值税的，只有一个18%的所得税。那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关于乌克兰工签的流程，还有它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它的税费的标准。那说到最后呢，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在战争期间，虽然乌克兰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国难当头，但是乌克兰的政府行政效率依然低下，而且它的某些政府部门腐败相当严重，所以大家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位专业的移民律师去帮着你去弄这些东西。同样的工作流程，同样的事情，自己去办和请一个律师去办，你可能会收到完全相反的2个结果。好吧，这就是以上本期关于乌克兰工签的全部内容了。那希望对有意来乌克兰的这些朋友能够起到一些帮助。好，大家拜拜。